各位变态，大家好，我是魔王，欢迎收看魔王的摔跤频道。80年代摔跤的风潮席卷北美，拥有猛男一般的魁梧身材，动作敏捷而具备力量，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奋战到底。这样的运动员形象成为了当时非常受欢迎的流行文化。这也是魔王这一次要介绍的游戏 WWF 超级巨星摔跤 WWF Superstars。好来，魔王很早就想要跟各位变态介绍这款经典的摔跤游戏了。那我们先从选角开始，魔王这次会先选大老板 Big Bossman， 就这个蓝色长得像警察的家伙，还有男子汉 Randy Savage。那为什么不选其他角色呢？因为这两个角色在游戏里面占有优势，我们后面会再介绍。WWF Superstar 是一款由 Technos Japan 在1989年制作的街机游戏，它是第一款发布的 WWF 街机游戏。如果你喜欢摔跤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款经典巨作。本款游戏当年也是街机厅出名的赤壁怪兽，因为这款游戏的难度相当高，不仅有时间的限制，互摔的时机跟判断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而且在对手绝技连发的状况，体力就会瞬间见底了。来玩到这边，可以介绍一下场外乱斗的部分。你看，我们跑到场外就可以拿桌子跟椅子，直接给他敲头，因为这款起来是脑麻鹅。那为什么要特别介绍场外乱斗的部分呢？因为这个游戏难度太高了，玩到中后段基本上都在场外乱斗度过。那我们可以往上看到左边有一个穿蓝色衣服的，这非常的熟悉，这里双截龙的比利。因为都是由 Technos 甲片公司所制作的，所以看到很多里面都会出现他们里面的角色互相串场。这款游戏基本上收录了80年代风靡全世界的 WWF 摔跤巨星，基本上这都是传说级的摔跤巨星。像黄色头发这一位就是知名的无敌超人 Hulk Hogan。那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位摔跤的传奇人物。Hulk Hogan 是一位美国退役的职业摔跤手，他被广泛的认为是全球最知名的摔跤明星。他同时也是80年代最受欢迎的摔跤手，他同时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职业摔跤手之一。他在1977年开始了他职业摔跤生涯，在1983年的时候跟 WWF 签约，后来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在那里，他作为全美英雄的形象，引领了80年代的职业摔跤热潮。同时，他在那边也成为了 WWF 年度赛事 World Media 9届之中的8届冠军，他5次赢得了 WWF 的重量级冠军，同时也是第一位在90跟91年连续赢得 Royal Rumble 比赛的摔跤手。他在1988年2月5号在 WWF 主要赛事中跟巨人安德烈的比赛，目前能保持着美国摔跤电视的收视率冠军。AC Nielsen 的收视率为 15.2%， 预估当时收看比赛的观众人数大约是3300万人。现在穿蓝色裤子这位就是钢锯 Hacksaw Jim Duggan。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位传奇的摔跤手钢锯 Hacksaw Jim Duggan。他是一位退役的美国职业摔跤手，他也是 WWE 的传奇选手，同时他也是著名的一位爱国者，会使用木头作为武器。Duggan 是1988年首场 Royal Rumble 比赛的获胜者，在 WCW 里面，他曾经是美国的重量级冠军，也是一次世界电视冠军。在电视的摔跤比赛里面，他曾经获得了 IWA 世界重量级冠军，在2011年入选了 WWE 的名人堂。来，我们使用了 Randy Savage 的空中肘击落下 Flying Elbow Drop， 很快的就可以获得了胜利。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关了。在正式挑战第一阶的冠军头衔之前，我们一共要打3场的比赛。可以看到，还要2场的胜利才能够挑战冠军的头衔。那现在我们要对决的就是 The Honky Tonk Man， 就是时髦的唐克人。时髦唐克人的 Honky Tonk Man 是一位美国退役的职业摔跤手，他曾经在 WCW 跟 WWF 里面摔跤，他是以模仿猫王的噱头被摔跤粉丝们封为最受欢迎的摔跤手。最出名的就是他第一次参加 WWF 的比赛的时候，创纪录的保持了连续64周的 WWF 洲际冠军头衔，就在1988年的夏天的 SummerSlam 浪潮里面输给了 Ultraman Warrior， 最后在2019年入选了 WWE 名人堂。好，来打着，这位猫王 Honky Tonk Man， 差不多体力不够了，要去换人了。接下来换上来就是终极战士 Ultraman Warrior。终极战士 Ultraman Warrior， 他原本从事健美运动，后来转向了职业摔跤，在1987年加入了 WWF， 在2年内成为了2届 WWF 的重量级冠军，在 World Media 6里面战胜了 Hulk Hogan， 获得了 WWF 冠军，这使他成为第一位同时获得这2个冠军头衔的摔跤手。后来因为薪资报酬问题跟 WWF 闹翻，最后跟 Hogan 一起加入了 WWCW， 最后从职业摔跤退役，展开了公开演讲的生涯。然后在2014年入选了 WWE 名人堂。魔王用了一些非常狡猾的招式，在场外倒数计时获胜。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 Hulk Hogan 跟 Ultraman Warrior 2个组成的双打组合。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大老板 Big Bossman。
大老板 Big Boss Man 是一位实力坚强的美国职业摔跤选手，在1988年参加了 WWF 跟 WCW 的比赛，在跟 WWF 合作的期间 ，Big Boss Man 获得了一次 WWF 世界双打冠军，还有4次的 WWF Hardcore Championship。在2016年3月7号被入选了 WWE 的名人堂，而由他的妻子跟女儿代为接受了这个奖项。好来，魔王这里本质上会用场外乱斗来结束这一次的战斗回合。你看，有人在摔那个 Ultraman Warrior， 直接摔就爬上来，这样基本上就结束了。因为这个游戏难度非常高，魔王虽然把血调到全满了，但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要正面的跟这些摔跤手起冲突，还是不会赢的。我们接下来就到第一个巡回赛的冠军抬头，我们会对上 Andre Giant， 就是安德烈巨人，还有就是百万富翁 Ted DiBiase。安德烈巨人就说没有人可以击败我们，然后这百万富翁 DiBiase 他就说我会让你们沉醉在我的必杀技百万富翁之梦的。好来，这两个魔王级的超强组合，现在坐花车进场之后，我们现在就要直接对上这两个超级厉害的组合。那魔王会先换上男子 Randy Savage， 因为他移动速度比较快，比较可以偷击。我们再来示范一下怎么样用偷击的方式来打倒 Andre Giant。Randy Savage 是一位美国的职业摔跤手，以其在 WWF 跟 WCW 的战绩闻名。他是被体育记者描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职业摔跤手之一。在他32年的职业生涯里面，获得了6次世界冠军，包括2次 WWF 世界重量级冠军跟4次 WCW 世界重量级冠军。作为 WWF 的冠军，他拥有跟 Hulk Hogan 相似的吸引力。他曾经是 WWF 的洲际重量级冠军，被 WWE 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冠军头衔。他在96年入选了 Wrestling Observer Newsletter 名人堂，而且在2005年被追授进入了 WWE 的名人堂。好来，魔王已经示范了怎么使用 Randy Savage 用拖延战术在场外直接读秒20秒之后，然后获得冠军的方式。那个新闻就出来，我们现在有个新的冠军了。然后 Randy Savage 的老婆 Isabel 也说恭喜你获得了世界冠军的头衔。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第2轮啦。你看 WF 的 Live 就从日本开始打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第2轮的比赛就直接用快转的方式进行。很快的，我们就直接跳到冠军战前的读秒状态。你看，很快我们就做好掩护之后，读秒就读3次啦。那么现在就要进入了第2轮的冠军头衔战。我们要挑战的一样是在第1轮遇到的魔王级的对手，也就是 Andre Giant 跟百万富翁 DiBiase， 他们的呛虾一样都是你放心，没有人能够击倒我的。DiBiase 就是说我会让你们直接沉睡在我的必杀技百万富翁之梦里面。好啦，在他们入场之后，魔王一样会示范一下，如果我们不用剑招快出表，就是在场外拖延的话，应该怎么直接打倒这2个非常难打的怪物。所以你看，魔王会先用 Savage 的冲刺勾摔这个方式，这个是 Randy Savage 的绝技，所以你只要抓得准的话，基本上都可以直接对安德烈巨人给予伤害。其实安德烈巨人他因为设定他的体重非常重，所以一般的摔技对他来讲是没有办法起作用的，只有那个Body Slam，就是身体翻摔这个最基本的摔跤招式有效。再来就是 Randy Savage 的勾摔冲刺勾摔这个方式是有效的。那再来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百万富翁 DiBiase 他其实我觉得他比安德烈巨人还要难处理因为他的摔技还有他的反摔是非常强的，所以如果就是对上他的话，使用 Randy Savage 其实是占不了便宜的。那魔王会比较习惯用 Big Boss Man 其实来对他，但是就是你看，因为 Big Boss Man 他还在场地就是场外，所以我们还是就是等待良好的时机用跳跃袭击这个方式这一招就是魔王以前在看日本摔跤的时候，这一招就是鹤田的绝招这一招非常怀念就是啦。以前魔王在看那个摔跤的时候，都是看日式摔跤啦。以前傻傻觉得说日本摔跤才是真正的王道摔跤，那个美国摔跤只是会作秀而已，根本不厉害。后来有一年呢 ，WWF 跟全日本摔跤他们就是交流的时候，交流对抗赛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些美国摔跤手不只是会作秀，其实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很厉害的。你看那一不小心就是什么2个要一起来围杀你。特别要提的就是呢，这个摔跤游戏就是他2个在互摔的时候要抓的时机还有就是到底是不是要连打这一件事都不是很确定，因为有的时候2个互碰的时候，摔跤手互碰的时候你看我又被他反摔了。2个摔跤手互碰的时候判定赢还是输这个东西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所以魔王就大部分就一直在用剑招。那我们最后还是要来介绍一下这2个传奇摔跤手，他的背景是什么样子。
安德烈巨人是一名法国的职业摔跤手跟演员，以他巨大的身材闻名。这是因为他的生长激素过多引起巨人症的后果，也导致他被称为是世界第8大奇迹。在1966年开始他的职业摔跤生涯，在17年的时候移居北美，在1987年的 WrestleMania 3跟 Hulk Hogan 一战成为头条新闻。88年在主要的赛事中击败了 Hogan， 获得了 WWF 的冠军，这是他唯一的世界重量级冠军头衔。在1990年结束 WrestleMania 6的赛事之后，主要在全日本职业摔跤擂台上面进行比赛，通常他会与巨人马场并肩作战，最后一直到他突然去世为止。93年他去世之后，成为了 WWF 名人堂的首位入选者。后来他也入选了 Wrestling Observer Newsletter 名人堂跟 Professional Wrestling 名人堂的创始会员。后来的人将他描述为全世界最知名的人物之一，除了是职业摔跤手之外，他也是当时的流行文化偶像。百万富翁 Ted DiBiase， 他是美国退役的职业摔跤手，但是同时也是一个专业经理、牧师跟评论员。作为摔跤场上的传奇人物，他在多次的摔跤比赛中获得了冠军。在整个职业摔跤生涯里面，一共获得了30个冠军头衔。大部分的观众对他在 WWF 的印象比较深刻，在那个时候，他是以百万富翁 DiBiase 的身份进行摔跤比赛，也被评论是摔跤历史上技术最好的摔跤手跟最伟大的反派之一。在日本，曾经在全日本职业摔跤擂台中与天龙还有鹤田对决之后，颇为日本摔跤迷所熟知。好了，游戏进行到这边，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呢，如果我们用的是 Big Boss Man， 也就是这个大老板哈，他有一个绝技就是 Bossman Slam， 就是魔王现在用的这一招。如果你用了这一招的话哈，你的敌人就会进入了喘气跟摇晃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你只要靠近他，就可以马上把他甩到身边，重复的使用 Bossman Slam。这个其实是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个 bug。但是这一招如果要发动的话，基本上要等到敌人的体力降低到一定的程度以下，才能够直接使用这一招。像如果能够直接发动这一招的话，魔王基本上都是连续的使用，然后就直接把对方给弄死。好，刚刚要那个就是肉弹攻击的时候，你看他那个 DiBiase 的血还太多，所以他会闪掉。好，这边我们可能要再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好，你看他又把那个 Andre Giant 给换上来，这个时候我们就换上 Randy Savage， 因为其实他在那个打 Andre Giant 的时候，他有优势。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就是冲刺勾摔的这一招，这一招就是因为 Andre Giant 他没有办法直接做反击，所以就是如果用 Randy Savage 用这一招去勾他的话，其实他是有优势的。你看，就是如果要直接跟他正面对刚的话，这要打还是比较困难。当然，就是如果我们要直接这个就是冲标啊，干你我这样被抓住了。你看这个游戏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场外可以冲标，玩起来非常有趣。所以要看要就是用直接把它顶起来翻摔这一招就是安德烈巨人唯一容易把它打倒的几个方式之一。好吧，我看他们就换手了，我们就直接换成 Big Boss Man， 因为其实一定要找一个打起来有优势的。我们这个时候再继续使用 Bossman Slam。这个是 Big Boss Man 他的终极技，多摔个几次，应该他就要没血了。好，来再摔一次，好的 key 呀！其实魔王以前非常喜欢看摔跤那个以前都觉得这是美国的摔跤手只会作秀了。后来有一年就是 WWF 跟全日本摔跤交流之后，然后才发现其实美国选手其实他们的实力很强，非常厉害。好啦，这样应该就可以过啦。那么这一款游戏说实话是非常鬼畜的，因为它难度非常的高，所以如果说只是一直要冲标的话，魔王其实也可以破台啦，但是又变成说不是很光彩。那你看我们现在就是顺利的拿到冠军了。在第2轮之后，这里就是破台画面啦。他就把每一个比较重要的摔跤手都列上来，你看 Hulk Hogan、Randy Savage 这些每个都列出来。你看 Andre Giant、The $1 Million Man 就是 Ted DiBiase、Big Boss Man， 还有 The Honky Tonk Man， 这一些人其实都是80年代非常受到欢迎的巨星。这里就是他就说你打了很多出色的比赛可以称作就是真的是 Superstar。
好啦，那这一款游戏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啦。其实这款游戏是非常经典的摔跤游戏。那魔王在这一次能够介绍这个游戏也是很开心的啊，只是说摔跤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小众。那我们下次有机会会再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怀旧影片。我是魔王，一个外表跟内心一样变态的中年阿伯。我们下次见。